这尊佛像每天流出红色的汗，额头上不停渗出红色的不明液体。仔细一看，大妈却差点吓死，从额头到脖子再到后背都不断往外渗，这血呢摸起来黏糊糊的，闻起来却什么味道都没有。佛像是别人送她的，刚开始呢就额头上有一点点液体，大妈也没有多想，顺手就给她洗掉了。但她万万没想到，接下来这事不仅没完，反而变本加厉，佛像全身上下都开始渗出红色液体。大妈这下慌了神，因为听说佛像流血泪必有大灾，大家决定再次给它清洗干净。一盆清水瞬间就染成了红色，放在太阳下用摄像机对着，随着时间的流逝，红色液体就这样在众目睽睽之下慢慢渗了出来。这佛像里面看来有东西啊，用榔头一敲，里面发出的声音更让大家确信雕像里面绝对装满了东西。接着呢，大家找到了木雕师傅，师傅捧着佛像左看右看，也懵逼了，说从来没见过会流汗的雕像，感觉呢这更像是一种诅咒。这下大妈更慌了，最后实在没办法了，大家找到专家对佛像进行取样检测，结果显示佛像表面有很多细小的孔洞，渗出的粘稠液体呢其实是树脂。但现在还有个问题，一般情况下树脂的气味都很浓，但这个佛像为啥没有任何味道呢？专家进一步检测，说了一大堆专业术语，简单来说呢，就是这个树脂中含有易挥发的元素，把原本的树脂气味带走了而已。也就是说，这佛像是用一整块松树树脂做成的，而且呢里面也没有干透，所以才会一直渗出红色的树脂。听到这里，大妈终于松了一口气。一群男人在尼姑庵偷偷安了监控，正对着寺院里的一座荒废电梯，男人还趴在电梯口左看右看。这群人并不是变态，只是这电梯有点怪。晚上等师太们睡着后，寺院里的电梯就会传来怪声。师太说这怪声是1个月前开始的，接着拿出了自己录到的声音。这声音像是有什么活物在叫，但他又不敢肯定是什么。说来也是奇怪，师太每次打坐念经的时候，声音就会立马停止，这东西好像很害怕念经。关键这是佛门禁地，怎么可能会有那种东西？师太心里还是有点怕呀，每晚都会安排人念经到天亮，这东西胆子也是越来越大。有次师太吹口哨，他竟然还回应了起来。关键这电梯已经荒废7年了，内部都是积水，到底是什么东西能在这种环境下存活1个月呢？大家决定把相机伸到下面一探究竟，结果左看右看，除了一潭死水和一些电器设备外，里面啥都没有。接着又把相机伸到水下，还是一无所获。师太想用吹口哨的方式来召唤他，这次未能如愿，下面没有任何回应，还是静悄悄的。那现在咋办呢？大家决定拆电梯，接着又把水抽干了。摄像小哥壮着胆子爬了下去，环顾四周没发现任何活物，真是见了鬼了。就在大家快要放弃的时候，一只树蛙跳了出来，难道一直发出怪声的就是它？专家把录到的声音和树蛙的声音做了对比，确认这怪声就是树蛙发出来的。之所以叫声和平时有区别，是因为电梯里的这只正处发情期，所以刚开始才没听出来。师太终于松了一口气，你别说，现在看起来这小东西还蛮可爱的，那就留在寺院念经吧。男孩去配眼镜，却被医生要求看课文，他的反应让医生目瞪口呆。机器显示他1秒就可以看2131个字，这是什么概念呢？也就是说1分钟就可以看完一本100页的书。学校里他只是简单的翻书，却引来了同学们的围观，所有人都不可思议地看着他。翻完书他竟然说看完了，同学们让他把故事讲出来，结果呢他还真就复述下来了。为了验证真假，节目组拿了本新书让他看，不到1分钟又看完了，随机提问和书有关的问题，结果全部回答正确，看起来好像真的有超能力。用专业仪器测算他的阅读速度，结果连专家都服了，阅读速度太快，差点连机器都无法识别。专家还发现他看书时大脑皮层异常活跃，表现出了更高的专注力，也就是说他看书就好像我们玩游戏一样享受。1年看的书能堆满整间卧室，吃饭的时候看，上厕所的时候看，甚至连睡觉也。而这个没法看，那怎么从科学的角度来解释这种超能力呢？男孩说自己在翻书的过程中，大脑会对每一页拍照，然后存储起来。为了彻底理解消化，看完书他要再复述一遍并且录音，这样来增强记忆。说实话，这种超能力我是不信的，韩国人都这个屌样，整条街只有这棵树，每天早上都会剧烈晃动，鸟都不敢在此停留。往下一看，才发现有个大叔在疯狂地拿头撞树，哐哐1分钟就要撞60次，都撞出血了。大叔却说这样对身体好，脑袋锻炼完，肩膀也不能少，拿出药膏随便涂一涂就好了。这样真的不会痛吗？大叔轻蔑一笑，说自己已经锻炼5年了，还让记者摸摸看，果然已经练就出了厚厚的老茧。大叔还一脸傲娇，劝大家不要模仿，否则很可能脑袋开花哦。这条街上的店主都说，每天都能看到大叔撞树，就没见过额头不流血的时候。不过呢，还是心疼这棵树多一点。大叔看起来一身的暴力，工作起来却非常安静，为啥会选择这种奇葩的锻炼方式？大叔表示自己以前是拳击手，因为比赛打得不好，根本赚不到什么钱。为了养家糊口，他脱下拳击手套，拿上锤子，成了一个修鞋的。由于摊位所在区域治安很差，
经常发生一些打架斗殴的事件。为了防止别人找自己麻烦，他决心变成一个狠人，让别人都知道自己不好惹，所以就开始了这种奇葩的锻炼方式。节目组决定给大叔一个惊喜，带他来到拳击馆，面对久违的沙袋，大叔跃跃欲试，熟练地缠上绷带，和陪练一阵切磋。毕竟久疏战场，看得出来力不从心，但大叔还是很开心，这是自己的梦想啊。这个村的老人每天不吃饭，也要来村口的池塘边蹲着，全都神色紧张地盯着池塘。有人还不停数着什么，因为最近村里发生了离奇失踪案，村口池塘里的金鱼神秘消失了，之前有50多只，现在只剩20多只了。幸存的金鱼也变得焦躁不安，老人们把这些金鱼视为村里吉祥物，现在吉祥物没了，他们觉得自己一点都不吉祥。村长召集全村人商议对策，必须要找到罪魁祸首。但现场没留下任何痕迹，找了半天，才在一个角落发现了一些鱼鳞。有人认为是黑头灌干的，之前就在池塘附近看到过它。还有人觉得是水獭或者海狸鼠，甚至还有说是水怪的，一定就藏在水下。建议把水抽干，看看到底是什么东西在作祟。大家越说越离谱，村长看不下去了，冷静分析了一番，认为凶手可能是通过沟渠进入池塘的。池塘边的围栏还发现了脚印，但看不出来是什么动物，安个监控看看吧。村长决定熬夜蹲守，也不知道这东西啥时候来。村长边吃边等，一直等到了凌晨3点，终于村长睡着了。但就在这时，池塘边上也有了动静，草丛中出现一个白色光点，只见他快速穿过围栏来到池塘，很快抓到了一条鱼。你觉得这玩意到底是个啥呢？一家偏僻的农家小院，每天却有大批40、50岁的男人慕名而来，男人们一波接一波，不大的院子里挤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男人，大家都争先恐后地表现着自己。只因这家有个30岁的离异少妇，这群男人就是来讨媳妇的光棍汉，要想见到女方，先在院子外排队等面试。为了这次相亲，厨师老李特意请了假，从几百里外赶到这儿。排队期间还听到有人说，今天人还算是少的。等了半天，终于轮到老李面试。女方母亲一上来就盘问了老李的家庭存款情况，随后就被请到院子外等结果，一等就是2个点。随后没人传话来说不用等了，女方嫌他个子矮，直接淘汰了。老李一肚子气，来回车费都花了不少，结果连人都没见到。出于歉意，媒人立马又给联系下一家。隔壁村33岁的大姑娘，也是最近刚离婚，一伙人匆匆赶了过去。可等到天黑，老李也只和姑娘父亲搭上了话，就因为个子矮，再次惨遭淘汰。老李只能感叹一番，这就是当今社会的残酷现状。和老李一样，42岁的老杨一早起来将脑袋和皮鞋擦得锃亮，为即将到来的相亲做着准备。家中的毛坯房至今还未装修，老杨一边打扫一边嘴里念念有词，要是这次能谈成的话，马上开始装修。10多年间，老杨来来回回已经相亲20多次，大部分情况是一见面对方扭头就走。老杨将原因归结于自己长得不帅，还顶着个光头，为此老杨特意找人 PS 了一张带头发的照片，让媒人拿给女方看。招数很快奏效，可女方刚见面就迫不及待钻进车子落荒而逃。老杨迫切地想知道对方的态度，连着发10几条信息也没有得到任何回应。老杨觉得是女方嫌弃自己是农村人，可谁料随后女方竟主动打回来电话，这让老杨乐开了花。当听说对方对自己没有什么不好的印象，老杨赶紧趁热打铁，定下了下次约会时间。第2天，2人约在公园见面，起初还相谈甚欢，一同荡秋千，但气氛突然急转直下，女方把老杨晾在一边，跟别人有说有笑打起电话，刻意拉开跟老杨的距离，忽冷忽热的态度，只因老杨没能满足女方提出的20万的要求，刚见面就要他拿20万，老杨不由得心生警惕，这次相亲自然也以失败告终。由于过去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，导致男女比例失衡，千万男性面临着结婚难的窘境，有老婆的男同胞们一定要好好珍惜啊！